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1992年，在云南玉溪的澄江县，一艘满载112名旅客的游船正缓缓行驶在美丽的抚仙湖上。突然，广播里传来船长的呼喊：“船要沉了，大家穿好救生衣。”还没等船上游客反应过来，游船就被卷入一股漩涡当中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船上112名游客无一生还。打捞队第一时间赶来，试图将游客遗体打捞上岸。可是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，在沉船地点不仅没有发现遗体，甚至连那艘巨大的游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家随后在抚仙湖展开了长达3天3夜的搜索工作，就差把整座湖翻个底朝天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这时候，一种可怕的说法开始在人群中传播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是湖底闹鬼，所以那一船人才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这种诡异的说法引起了一支水下探险队的好奇心，于是他们决定深入抚仙湖底去一探究竟。没想到他们刚一下水，就看见了本不该出现的东西。抚仙湖是云南地区非常有名的一处景点，这里蓝天白云，水清见底，景色宜人，是很多人心中向往的旅游胜地。即便是在90年代，抚仙湖就已经开始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湖中泛舟，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。郑苗秀一家3口就是众多前往抚仙湖游览家庭中的代表。郑苗秀当时和老公带着5岁的儿子，从河南来到云南，只为一睹抚仙湖的美景。刚下大巴，郑苗秀就被眼前的美丽景色所吸引，忍不住情绪高涨起来，立刻催促老公赶紧去买票。同志，我们要2张票。郑苗秀的老公刘建设趴在售票窗口，把钱递给售票员：“不好意思，只剩1个位置了，你们有2个人，还带个孩子，我看你们还是等下一班吧。”在当时来讲，抚仙湖正值旅游旺季，景区的船只有限，同一时间承载不了那么多游客，所以只能采取分批制度，只有等第1艘船返回，才能继续接下一批游客。刘建设说：“那好吧。”于是就转回身向妻子说明情况。妻子郑苗秀一听要等下一班，马上不高兴了：“这么多人在排队，下一班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就要坐这一班。”说完，他走到售票口，开始跟售票员理论：“同志，船上不是还有1个座位吗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身材小，而且我儿子也不大，我们3个可以挤一挤。”售票员扫了一眼郑苗秀，目测他的身高也就1.5米左右，而且体型确实很瘦，应该不到100斤，而他们的儿子也才5岁而已，真要挤一挤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郑苗秀看见售票员还在犹豫，于是又请求道：“大姐，你就让我们上去吧，实在坐不下，大不了我们再下来。”为了让售票员同意，郑苗秀甚至主动要求给儿子买个半价票。本来他儿子身高不到1.2米，其实不用买票。售票员见他要求强烈，只能勉为其难答应先让他们一家3口上船试试，如果船长不同意，你们就下来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你。郑苗秀高兴坏了，当即便拿上船票，然后抱起儿子就准备上船。身后的老公其实并不赞同他这样做，但是看到妻子如此兴奋，只能无奈跟了过去。没上船的游客抓紧时间上船了，船马上要开了，快点快点！船员站在船头开始做最后通知。等等，还有我们。郑苗秀抱着儿子，
率先来到码头。快快快，开船在即！船员只粗略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票，便让他们上船了。等刘建设赶到的时候，船员已经解开了锚绳。等一下，我还没上船呢！刘建设大喊道：“人满了，你等下一班吧。”船员冲他摆摆手：“不行，我老婆孩子还在船上呢，你们快让我上去。”可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船已经离岸3-4米远了。无论刘建设怎么喊，船员都不再理会他，他只能拼命去喊妻子的名字，并且冲着船上招手。然而船只越划越远，不一会儿就向着抚仙湖中心而去。沮丧的刘建设坐在岸边，只能安慰自己，大不了一会儿再跟妻子重新做一次。当时的刘建设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他即将和老婆孩子阴阳两隔。郑苗秀抱着孩子上船以后，坐到了最后面的位置，稍微喘了口气，他便从包里掏出照相机，开始记录抚仙湖的美景。等他再回过头来，却发现儿子居然不见了。杨洋，杨洋，你在哪儿？郑苗秀当时就慌了，起身连忙去找儿子。正当他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，一个男人抱着他儿子出现在他面前。这是你儿子吧？男人问道。郑苗秀看到儿子杨洋，一把将他抢过来抱在怀里。你跑哪去了？急死妈妈了！以后千万不要随便乱跑，知道了吗？抬头扫了一眼面前的男人，只见他高高瘦瘦，脸色苍白，笑容诡异，给郑苗秀的第一印象很奇怪。这时杨洋指着男人对郑苗秀说：“叔叔说要带我去抓鱼。”抓鱼！郑苗秀忍不住又看了男人一眼，越看越觉得心慌，就想尽管离开。谢谢你，我们先回座位了。郑苗秀要走，没想到男人却直接抓住了他的胳膊，随后露出瘆人的微笑。你儿子很可爱，我很喜欢，就让我带他去抓鱼吧。湖下面真的有很多鱼。郑苗秀身体一僵，只感觉男人抓着自己的手又冰又硬，配上他惨白的肤色，让他忍不住联想到了死人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突然大喊道：“快看，那是什么？”郑苗秀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船体开始剧烈摇晃起来。紧接着，船长急促的声音传来：“所有游客，检查你们的救生衣，船要沉了。”下一秒，船体开始剧烈摇晃。郑苗秀抱着儿子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差点摔倒。幸好面前的男人扶住了他。郑苗秀抬头一看，男人正在冲他咧嘴笑。只见男人的嘴里露出2排又黑又长的尖牙。跟我下去抓鱼吧，跟我下去抓鱼吧。郑苗秀看到男人恐怖的嘴脸，当即吓得尖叫起来，而他怀里的儿子也被吓得哇哇大哭。加上船体的剧烈摇晃，其他游客也早已乱作一团。有的人为了逃命，直接从船上跳了下去。跟我下去抓鱼吧，跟我下去抓鱼吧。尖牙男还在持续重复着这句话。你到底是谁呀？快走开！郑苗秀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眼前的男人很可能不是人。他吓得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，忍不住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岸边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在哪儿呀？郑苗秀的情绪有些崩溃，目光一直往岸边看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又有人绝望地喊道：“船要翻了，大家快逃命！”话音刚落，郑苗秀就感觉身体再次失去平衡。他眼睁睁看着巨大的游船一点点倾覆在湖水里，自己也在下一秒跟儿子落入水中。可是郑苗秀并不会游泳，好在他和儿子身上都穿有救生衣，一时半会儿并没有沉入水中。儿子别怕，有妈妈在。郑苗秀用尽全力将儿子抱过头顶，自己却因为力量太重，
身体开始一点点下沉。再看其他人，也全部都掉进了水里。有会游泳的，此刻正拼了命地往岸上游去；而那些像郑苗秀一样不会游泳的，因为过度惊慌，只是本能地在水里扑腾喊救命。这时，郑苗秀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只见那些试图往岸边游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身体竟不受控制地又游了回来。下一秒，郑苗秀就看见他们被不远处一个巨大的漩涡吸附过去，然后一瞬间便被吞噬了。郑苗秀吓得目瞪口呆，求生的本能让他一手抱着儿子，一手努力向前滑，想要快点离开这里。结果这时候，他却猛然感觉到双腿好像被一双大手紧紧抓住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和儿子被拽入水中。这下郑苗秀彻底崩溃，甚至忘了怀里还抱着儿子。他张开双臂，开始用力挥动，想要浮出水面，可是脚下那股力量实在太大了，不一会儿他就被拖到湖底深处，灌了一肚子水。在郑苗秀还剩下最后一点意识的时候，他再次看见了之前那个长着尖牙的男人。男人在水中活动自如，此刻正好游到他面前，再次咧嘴冲他笑起来。郑苗秀下意识想要尖叫，结果一张嘴，马上被大量的湖水封住口鼻。他非常痛苦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挥动手臂。几分钟后，郑苗秀彻底停止挣扎，像棵海草一样自由漂浮在水里。尖牙男见郑苗秀母子已经死了，于是便拖起他们的尸体，转身游向漩涡处。这起沉船事故一共造成了112名游客溺亡。至于郑苗秀生前所见到的白脸尖牙男，既不在本次名单中，也没人知道他是谁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，最诡异的部分出现在之后的搜救过程。搜救队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，试图将游客全部打捞上来，希望能有人还活着。可是搜救队查遍了整个事发区域，不仅没找到游客的尸体，甚至连沉船也不见了。100多号人现在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着实令人匪夷所思。搜救队伍没办法，只好将事情上报，打算扩大人手和搜救范围。后来又有其他专业搜救人员加入，规模之大，就差把抚仙湖翻个底朝天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们还是没能发现哪怕一具尸体。渐渐的，这件事情被当成了灵异事件，开始广泛传播。后来，一支位于广西的水下灵异探险队听说了这件事，于是他们打算过来一探究竟。这支名叫烽火灵异探险队的组织，当时在国内非常有名，主要就是去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探索水下充满灵异的未解之谜。烽火探险队的成员一共有5个人，其中只有一个女的，名叫顾燕，她主要负责的是水下通讯。他们的队长叫戴峰阳。这支探险队拥有非常丰富的水下灵异探险经验，并配备造价昂贵的专业设备。据说，他们曾参加过明朝沉船事故的探查项目，并且有了很大收获。这次抚仙湖沉船事件，他们听说以后也非常有兴趣，于是千里迢迢赶到了现场。到达当晚，他们就迫不及待来到湖边，穿戴好一应潜水和探索装备之后，4名男性队员就下水了。女队员顾燕则负责岸上的通讯和补给支援等工作。队长戴峰阳一马当先，按照坐标开始向沉船地点下潜。当他下潜到140多米的时候，隐隐感觉周围开始阴冷起来。戴峰阳从业以来，潜入过很多不同的江河湖泊，他下过最深的地方
足足有250多米。虽然水温也很冷，但是跟眼下这种阴冷完全不同。鉴于这种不好的预感，戴丰洋开始通过对讲系统提醒其他队员，这里氛围有点不对，大家小心一点。结果他刚提醒完，迎面就看见了一幅十分诡异的画面。只见在深达150多米的湖底，赫然斜插着一艘巨大的船只，正是之前沉没的那艘游船。戴丰洋看见船头朝下，有1/3的部位已经深深没入湖底的淤泥当中。可他明明记得官方通报说，游船和游客全部在湖下消失了，包括其他搜救队也证实了此事。结果现在游船就在眼前，这该怎么解释？本来游船和游客凭空消失就很不寻常，现在游船又意外出现，似乎更不寻常。戴丰洋第一想到的就是进入沉船内部，确定一下游客的尸体是否存在。时隔多日，船体已经布满水草，很多鱼群栖息在里面。戴丰洋他们一进去，那些鱼类马上作鸟兽散。这时，周围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暗涌。戴丰洋敏锐察觉到湖水似乎变急了，于是便提醒其他队友注意防范。结果他话还没说完，刚刚仅仅还是暗涌阶段的湖水，竟一下演变成湍急的漩涡，迅速将其中一名队员卷入其中。坚持住！戴丰洋发现队友有危险，立刻便招呼其他人前去救援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周围又连续出现多道漩涡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几个人就被强大的吸力迅速搅散，每个人都自身难保。队长！随着一声惊叫，旁边的船体瞬间4分5裂，船体的残骸同时被吸进漩涡，以极快的速度冲撞到戴丰洋等人的身上。队长戴丰洋只感觉后脑勺一阵麻木，随即眼前一片漆黑。下一秒，失去意识的戴丰洋犹如水草般悬浮在水下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戴丰洋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干涸的河床上，周围全是白骨与无名墓碑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恐怖起来。阿胡、阿华、阿明，戴丰洋紧皱眉头，大声呼喊队友的名字，可是并没有回应。就在这时，戴丰洋意外听到远处传来砰砰啪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敲击竹杠。于是戴丰洋便循着声音小心翼翼向前走去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他面前出现一片白色迷雾。戴丰洋及时止住脚步，谨慎观察着眼前的一切。他确定声音是从迷雾中传出来的，非常好奇里面究竟是什么。几分钟后，迷雾中的声音终于出现在戴丰洋面前。他震惊地发现，面前根本不是什么竹杠，而是一具具阴森恐怖且可以直立行走的人体骨架。见多识广的戴丰洋生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恐怖景象，他吓得瞪大眼睛，浑身发抖，想要逃走，才发现双腿已经不听使唤。正当戴丰洋陷入绝望的时候，他意外又听到另一个方向再次传来砰砰啪啪的声音，同时伴随着迷雾。等他转过头的时候，另一片迷雾中也走出了同样的白骨队伍。才10分钟不到，戴丰洋发现前后左右4个方向居然都出现了迷雾，接着便是成群结队的白骨一起向他的方向走来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一定是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戴丰洋拼命想要掐醒自己，直到他把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，面前景象依然没有消失。现在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被骷髅军团包围了。燕子，燕子，听到回话，我们需要支援。
戴风阳立刻跟岸上的顾燕联系，然而无论他怎么求救，耳机里都没有任何声音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四面的骷髅军团已经近在咫尺。如果戴风阳还想不到办法的话，他很可能会被这些东西吃干抹净。走开，离我远点！恐惧之下，戴风阳不顾一切，从地上捡起一根腿骨，然后疯狂地挥舞起来。很明显，那些东西并不害怕这个，即便有些被一棒子打散，但其他的还是前赴后继。很快，戴风阳就被淹没其中。他趴在地上，感受着身体的疼痛，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时候他周围猛然出现一道巨大的声音。嗡！这道声音声波诡异，力量极大，戴风阳差点被震得七窍流血。在他有些神志不清的时候，朦胧中似乎看到两具十分高大的骷髅正手拉手并排在一起跳舞，形态极其诡异。下一秒，戴风阳眼前一黑，再次不省人事。再次睁开眼，他发现自己依然躺在原地，只是周围那些骷髅军队却意外消失不见了，包括那两具跳舞的骷髅。刚刚所经历的一切都深深刷新着戴风阳的认知。他再一次清楚认识到，原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。如此诡异玄妙的见闻，恐怕他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。正当戴风阳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耳机意外恢复通讯功能，伴随着沙沙声，队友那熟悉的声音终于传来：“队长，队长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”戴风阳原本以为队友们都遇难了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又听到他们的声音，顿时变得非常激动。几个人通过对讲系统相互通报了自己的位置和身体情况。此时的戴风阳已经没有勇气再留下来继续探险，他召集一众队友马上前往沉船处集合，然后一起上岸。等到他们几个好不容易上岸以后，戴风阳才知道，原来其他人在湖底也遭遇了骷髅军团以及那对跳舞骷髅的恐怖景象，并且他们也都听见了那道诡异的嗡声。队长，这湖底下太怪了，我觉得应该请个高人来看看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下面作祟。有队友向戴风阳建议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有这个想法。正好我三叔是风水师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”随后，戴风阳果断给三叔打了电话，希望他能来一趟抚仙湖。戴风阳的三叔本名戴三比，因为擅长看风水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叫他戴半仙。戴风阳接到三叔以后，立刻就把他们在湖底遇到的诡异场景详细描述给他听。戴半仙听完，捋着长须悠悠说道：“你们也算是命大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看到的那些场景应该是狮驼林，而你们所看到的那对跳舞的骷髅正是狮驼林主。至于你们所听到的嗡声，正是狮驼林主所发出的嗡咒音。”戴风阳对于狮驼林与狮驼林主的传说知甚少，忍不住问戴半仙具体情况。于是戴半仙替自己点上一支旱烟袋，坐在抚仙湖边的石凳上，开始给戴风阳讲述狮驼林与狮驼林主的故事。传说在公元916年，在藏地有一个叫冈仁达波的喇嘛，这个人就是以后狮驼林主的俗身。冈仁达波出生在一个佛法家庭，20岁那年，他认识了同样信奉藏传佛法的妻子，两人结婚后开始进行双修。这两个人后来一度修成了圣勒金刚和金刚亥母。冈仁达波心里一直有个愿望，那就是前往神圣的桑耶寺修行。
同时和寺里的金刚上师探讨佛理。妻子知道后，不仅没有反对，甚至还鼓励丈夫前去追逐佛法真理，并且主动要求和冈仁达波一起前往桑耶寺。于是，夫妻二人简单收拾了一下，便正式踏上了旅途。桑耶寺又叫存想寺或者无边寺，位于藏地的山南地区，路途遥远。冈仁达波和妻子一路跋山涉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到达桑耶寺。只不过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，当时的桑耶寺因为种种原因已经闭寺很久，里面一个僧人也没有。冈仁达波眼看寺已荒废，心里出现强烈落差，伤心之下生了重病。妻子只好背着他前往距离桑耶寺最近县城，希望能找个好大夫替丈夫看病。他们来到琼结县境内一片野树林里，当时妻子又累又渴，就把冈仁达波放在一棵菩提树下，自己则去附近寻找水源，顺便摘些野果充饥。一切都很顺利，两口子吃了一些野果，又喝了一些河水，逐渐恢复了状态。冈仁达波心疼妻子，于是提议不妨两人在树林里双修一炷香的时间，然后再进县城寻医不迟。妻子同意了，两人便在菩提树下打坐双修。过程当中，他们的灵识意外神游到圣乐金刚的法坛前听经，不知不觉就忘记了时间。等到他们回过神来，灵识返回身体的时候，却意外发现肉身居然被山野强盗砍掉了头颅。正当夫妻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群秃鹫飞来，开始啄食他们的肉体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原地就只剩下两堆白骨。然而冈仁达波和妻子惊魂不灭，最终选择附于自身白骨之上，从此永远留在那片野树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些杀人越货的匪徒开始往这片荒无人烟的野树林抛尸，久而久之，这里散落了很多白骨。后来山下的百姓就把这里当成乱葬岗，一些穷苦人家死了人，没钱下葬，干脆就把尸体背到野树林里扔掉。直到那户叫格桑嘉旺的人家在野树林里遇到诡异的一幕。格桑嘉旺是琼结县有名的富人，娶了很多老婆。当时格桑嘉旺新娶了一房姨太太，没想到洞房夜女孩却被活活折磨死。格桑嘉旺为了掩盖真相，命人连夜将女孩的尸体送到野树林的乱葬岗。原以为事情就那样结束了，可是没想到自从女孩被抛尸以后，格桑嘉旺开始夜夜做噩梦，梦到女孩披头散发前来找他索命。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以至于后来格桑嘉旺在白天也能看到女孩的身影，从此一病不起。格桑嘉旺意识到是女孩阴魂不散，故意缠着自己，于是便找来喇嘛法师替自己驱魔。法师得知实情后，告诉格桑嘉旺，他需要找到死者的遗骸，然后才能做法。格桑嘉旺于是强打起精神，亲自率家丁带着法师去了乱葬岗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法师去之前还带了9名弟子一同前往。然而没有想到，驱魔仪式刚一开始，乱葬岗就刮起了阴风，随即大雾弥漫。紧接着便有无数的骷髅军团从迷雾中走出来。法师见状，连忙命弟子拿出金刚降魔杵，打算镇压这些亡魂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道震彻寰宇的声音，嗡！伴随着这道嗡声，现场所有人包括法师瞬间昏厥过去。等他们再醒来，迷迷糊糊的便看到2具高大的骷髅正在众人面前跳舞。法师见状，
连忙率众弟子跪倒在2具骷髅面前，并高呼狮驼领主的称号。原来这2具骷髅便是之前遇害的冈仁达波夫妇所化。他们死后受圣乐金刚点化，成为了狮驼领主，掌管守护世间所有葬尸之地。所以一般的坟场、乱葬岗等等大规模尸体安葬的地方，都会有狮驼领主的形象出现。这也就解释了戴风阳所率领的探险队在抚仙湖底所见到的那2具跳舞的骷髅，其实就是狮驼领主夫妇。在宁玛派里，狮驼领主被尊奉为圣乐金刚和金刚亥母的化身。另外在密续中说，降服3界者大殊胜黑如嘎圣乐本尊发出嗡咒音后，惊昏了世间一切生灵。当众生觉醒时，就会看到狮驼领主夫妇跳舞的形象。狮驼领主的存在是为了告诫世人，世间并不存在永恒的事物，世事无常，人都有生老病死的时候。如果妄生执着，最终只会遭受轮回之苦。戴风阳听完三叔戴半仙的讲述之后，默默点了点头。他决定不再执着于探索湖下的秘密，当晚便和队友离开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